你好，这是留日生活博主老孙，来自日本富山市，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今天我们来烤面包，来做牛奶小排包。这款面包的特点呢，做法超级简单。第二点呢，是特别蓬松，特别拉丝。第三个特点是最大的特点是特别香，牛奶的香味儿，还有面粉的香味儿，是真香，真好吃。翻过了一座山，越过了一道弯，辽东白云蓝天蓝，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。翻过了一座山，越过了一道弯，辽东白云蓝天蓝，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。这口面包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，第二天吃的时候照样是特别蓬松，特别劲道，撕着吃的感觉真是让人回味无穷。在600克高筋面粉当中加入20克白糖、6克盐、6克酵母、2克小苏打，先用筷子将干粉混合均匀，然后打入2颗鸡蛋，用筷子将鸡蛋打散，与周围的面粉充分混合。这是刚从超市买的鲜牛奶，量取鲜牛奶260毫升。加入到刚才的面盆当中，边加边搅拌。搅拌成絮状之后，加入35克植物油，下手揉成面团。当看不到干粉的时候，面就和好了。盖上盖，下面开始发面2个小时。2个小时之后，面发好了，满满的蜂窝状组织，真漂亮。首先用倒拳的方式给面团排气，排出里边的空气，然后将面团放到案板上。这里呢不用揉面，直接用擀面杖把面团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薄片儿。然后在面皮的表面刷一层菜籽油，之后从面皮的一端慢慢的向另一边卷起来，卷成一个长条。
之后用刀分割成小剂子。在小剂子表面盖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。拿出一个小剂子，从外向内揉，捏紧口，反过来滚圆。当所有的小剂子都滚圆之后，拿出第一个滚圆的小剂子，用手压扁之后，用擀面杖擀成长方形的长条。在长边的一端用手压扁，有利于粘合，然后从对面的另一边慢慢的把面片卷起来，卷成一个长条。然后将长条放入铺有油脂的深型烤盘里，这样一个小剂子整形就完成了。当所有滚圆后的小剂子擀成长条之后，放入烤盘当中，这样我们的整形工作就完成了。接下来进行二次醒发。我家的烤箱有发酵功能，二次醒发我是在烤箱里边完成的。如果你的烤箱没有发酵功能，可以把刚才的面团放到温暖的地方，发酵至2倍大就可以了。二次醒发完成之后，首先来预热烤箱，190度预热5分钟。这是完成二次醒发之后面团的样子，体积明显比以前长大了1.5到2倍。在面团的表面刷一层菜籽油，一是能够锁住水分，二呢，能使烤出来的面包的颜色更漂亮。在面团的表面铺一层锡纸，为了防止面包的表面烤得过焦。烤箱的设置是这样的：170度烤制30分钟。在烤制完成前10分钟左右，我们把锡纸取出来，继续烤制，给面包上色。
面包烤好了，出炉了，你看这颜色多么漂亮啊！厨房满满的烤面包的香味儿和牛奶的香味儿，提着锡纸就可以很轻松的给面包脱模了。这款面包真是太香太好吃了，刚烤出来肯定是好吃的不得了，关键是第二天吃的时候还是那么软，手撕着吃特别有劲道，特别有滋味，真是让人爱不释手。给家人准备早餐也好，中午上班带饭也好，旅游出去玩也好，做这一款面包真是太合适不过了。来看看牛奶小排包烤好了，你看看这颜色真漂亮，厨房满满的牛奶和面包的香味儿。下面我们来尝一尝啊！哇，你看特别蓬松，用手就可以撕着吃，一撕呢特别拉丝，你看看特别拉丝。真香。这个外皮呢是酥脆的，内心真的像棉花一样，真是绵软的。吃到嘴里的口感呢是越嚼越香，淡淡的牛奶的香味儿，面粉的香味儿，还有这个面粉烤焦的这个香味儿，哇，真香！太棒了！外皮酥脆的，再吃到内心这么柔软的内心，到嘴里的口感真是回味无穷，太棒了！真好。早餐也好，中午上班带饭也好，出去旅游也好，烤这么一个面包，真是解决问题，太棒了！真好。来，请你吃牛奶小派包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总是我吃，你看，谢谢你的陪伴和观看。这个做法呢特别简单，并且特别香，特别好吃，特别推荐给你。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